当年你妈还是模特的时候，江小敏的父亲跟她传过绯闻，他们俩交情匪浅。兰姐，我们这么做不太好吧？要是国玉知道我们暗地里故意撮合他跟小敏，他会不高兴的。你觉得我应该放任他跟方依婷在一起吗？迟到1分钟也是迟到，人家怎样那是人家的事情，你自己要懂得遵守职业操守。我在这一行做了这么多年，从来没有看错人。像邵鹏这样的人才，前途无可限量。但是公司也没有规定艺人不可以换经纪人。天奈姐已经很努力帮我找机会，就看你想要一步一步慢慢往上爬，还是想要在最短的时间内达到巅峰。你怎么知道我的支气管不好？你见过我妈？我警告你，你再跟她联络，我就跟你绝交。你们好了吗？导演走位了。OK， 好了。谢谢德瑞姐。杨玉呢？还没到哎，应该是迟到了吧？喂，你的好朋友呢？哦，他可能有要紧的事要处理，才会迟到的。我帮你打电话给他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小姐，现在几点了 ？Sorry， 快点帮她化妆。你没事吧？像美丽无限的你，像个无法逾越的距离，开口不知从何说起，欲言又止你不在意，承诺变回遗憾，只留在原地凝望着。渐行渐远，走散在人海里，本身最终依旧散尽，命运还是不尽人意，我放弃。相爱的气息吹散在风里，你的决定结束这不对称。我们都用尽全力在猜疑，不怪你，是我傻，是我疯，是我错，留不住你。相遇来不及，却又道别离。再见过去，再见了不对称的爱情，原来是。以后我懂爱情的真谛，不对是爱情，不对是爱情。Action！谢谢你的饭盒，我看我还是先走了，拜拜。等一下，我以后可不可以每天都做饭盒给你？我不介意每天都做饭盒给你。不必麻烦了。不，一点都不麻烦。再说吧，我先走了。我喜欢你。Cut！不是跟你说过吗？暗恋、狂恋、痴恋，我一点都没有感受到。像我这样，我喜欢你，我真的很喜欢你。这样叫迷恋，知道吗？不，一点都不麻烦。再说吧，我先走了。我喜欢你，我真的很喜欢你。咔！你到底有没有听我说话的？喜欢一个人这么难吗？
你有喜欢过人吗？我有啊。有，还演得那么差。对不起，导演。啊，算了算了，大家休息10分钟。谢谢。谢谢。跟我来。今天怎么了？为什么会迟到？我在跟你说话。我今天一到片场就跟每个人鞠躬道歉了，你还要我怎样？好，那你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情？为什么演戏的时候没有办法专注？你都不在片场，只会听别人乱说。不是我没有专注，是导演故意为难我。导演给我看了你们今天的片段，不是他故意为难你，是你没有达到他的要求。拜托，他要我用那种夸张的方式去演出，每一句对白都要我大喊大叫，你不觉得这样的演出方式很 over 吗？这是导演为这部戏设定的演出风格。你身为一个专业演员，是应该全力配合他，而不是怀疑他、否定他。导演今天在全部人面前骂我，我已经很难受了。你是我的经纪人，不应该鼓励我一下、安慰我一下吗？如果你已经尽了力，我绝对可以安慰你，可以鼓励你。但问题是你现在不够用心。我是不是应该站在一个客观的角度去点出你的错误，纠正你的态度呢？是啦是啦，我没有才华，态度又差。才说你2句就用这种态度对我说话，你还是一个新人，前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。你要是今天做得不够好，明天就加倍努力，让别人对你的印象改观。我努力的时候，你有看到吗？你真的已经觉得自己很努力了吗？我告诉你。以你目前的资质，就算是努力1000倍、10000倍，也未必可以成功。导演，谢谢你，谢谢。你看看邵鹏，为什么导演那么满意邵鹏的表现？为什么导演选择为难你不为难他？是因为他比你有天分，比你有才华？我告诉你，都不是，那是因为他的态度比你好，他比你努力，比你上进，而且做任何事情都比你专心。依婷姐，我说句公道话。其实今天杨钰的戏确实比较难演，所以导演对她的要求才会这么高。我觉得她演得很好了。喂，你够了，我不需要你帮我说好话。你每次扮好人，害我当坏人，怪不得每个人都喜欢你，每个人都觉得你比我好，每个人都觉得你是最佳新人。看来你现在不只是态度有问题，连思维逻辑也有问题。杨钰，别管他，让他冷静一下。我送你回家吧。不用了，依婷姐。天下没有白搭的顺风车，我有事情要跟你聊，走吧。依婷姐，你也喜欢李静的音乐？我认识他，我大学的时候上过他的非主流音乐鉴赏课。他最厉害的地方就是能够把主流和非主流的音乐结合在一起。我觉得他的音乐够原创，感染力很强，而且越听越有味道。想不想跟他合作？合作？我可以找他为你制作一首单曲。他不喜欢跟大咖合作，只喜欢发掘有潜质的新人。你也知道他有艺术家脾气，跟他合作不容易。但我跟他提过你，他愿意跟你见个面。真的？记得把吉他带去，有机会的话可以交流交流。谢谢你，依婷姐。先别谢我，我没有你想象中那么伟大，我只帮自己人。还在考虑吗？你不好意思向天爱姐开口。你再给我多点时间好吗？可以呀，不急。但是下个星期6我约了李静老师在他的 studio 见面，到时候我希望你可以陪我一起去。目标它就在前方。你看你这么累了，还跑去帮婆婆顾报摊。哎呀，婆婆是奶奶的好姐妹，刚才她说她肩膀痛，那我就过去帮她喽。我知道你是好心想帮她，可是万一你累坏了身子，病倒了怎么办？
病倒了就自己爬起来喽。啊？这句话是以前婆婆跟我说的。以前你小的时候经常生病，我又在酒楼洗碗，根本就没有时间照顾你。还好有婆婆，她帮我，她不只带你去看医生，还煮东西给你吃，哄你睡觉。当你醒来的时候，看不到我就哭了，那婆婆不忍心看你哭，就一路背着你，带你去酒楼找我咯。我就看她这么累，就劝她找时间多休息，不然就会病倒了。她竟然说啊，病倒了就自己爬起来咯。原来她以前这么照顾我的，我竟然一点印象都没有。婆婆这份恩情，我是永远都不会忘记的。所以现在她有什么事情，我一定尽力帮她了。做人要饮水思源，知道吗？知道，奶奶。怎么样？你跟杨玉和好了吗？都这么多天了，她还生你的气啊！我一直想好好跟她道歉，不过她就是不给我机会。哎呀，那你就努力一点，争取机会呀！来来来，奶奶你干嘛？哎呀，别浪费时间帮我按摩了，来走走，去向她道歉。现在？是啊，现在啊，去跟她道歉呐！啊，去！哎，她不原谅你，你别回来啊！喂，奶奶。适不适合，值不值得，自己负责。再见，my love，祝你找到你的快乐。我喜欢你，我也喜欢你，我真的很喜欢你。我们在一起好不好？好啊！我演的好不好？好！有眼光，干杯！干杯！干杯！哎，小心，大明星，你还好吗？我 OK，再来一杯。快点啊！来，干杯！我们祝那个烂导演明天被车撞。被车撞！喂，你干嘛？走开！啊！救命啊！走开！救命啊！喂！你干嘛？你放手！放手啊！杨玉，起来，起来，快，走。啊！你个死色狼，我没放过你的！啊，没事了，来，送你回家。来，我扶你来。来，快！拦着他们！走！给我打！小心！喂！要做体螺是吗？不要再打了！开！走开！大鹏！给我打！你是谁啊？我已经报警了，我会把这个视频交给警方，你们跑不掉的。警察快来了！走！小鹏！我叫救护车。小鹏！你醒了？田海姐，杨玉呢？她没事吧？你没事了吧？杨玉啊，
小心。我没事，你放心。昨天晚上你怎么知道我去了卡拉 OK 的？哦，我去你家找你，看你不在，就猜你应该是跑去唱歌了。幸好我上卡拉 OK 之前打了一通电话给天爱姐。谢谢你救了我。没什么了，你现在没事就好，我还担心你。你把自己搞成这样，还说担心我，还很痛啊。这种表面的痛算什么？你过去几天不跟他说话，他心里的痛应该更难受吧？你好好休息吧，剧组那边你就不用担心，我会跟他们谈的。谢谢天爱姐，我先走了。那我，你要去哪里？坐下。你就陪陪他，帮我照顾他 ，OK？ 你还坐这，躺下来休息啦。小心，小心。每次都说把电影拍好就行了，票房都不重要，这些话都是鬼话、屁话。其实票房是最重要的，而这一次我们的票房这么成功，都是大家的努力付出的成果。好，希望我们的电影会继续大卖。我们可以继续庆功，天天庆功，来，大家干杯！1、2、3，干！谢谢。你可不可以注意一下形象？你刚才的一举一动已经为自己扣了很多分了。我已经很注意自己的形象了，我就是这么真，我不喜欢拐弯抹角。我觉得像这样的一部电影根本就不值得庆功，新加坡的电影事业已经完蛋了。你为什么对这部电影那么有意见？因为剧本不好，摄影不好，美术不好，导演就更加不用说了。他是得过奖的导演，有什么不好？我真是不明白他是怎么得奖的。他不懂得导戏，不懂得走位，不懂镜头，不懂得营造气氛。给他得奖的那些评审，早就应该抓出去枪毙了。真的有那么差？我以观众的角度来看，我觉得他拍得不错。唯一能挑的就是结局吧。我看剧本的时候，似乎有更多的感动。不会吧？这么烂的剧本，你还会有感动？至少我觉得电影里的很多对白都写得很精彩。那些精彩的台词全部都是我改的。不是编剧写的。如果真的是按照着他的剧本来念的话，观众早就已经笑掉大牙了。像他这样的剧本，你知道我每天晚上花多少时间做功课吗？一句一句的改，一直到第二天我到了现场再跟其他的演员对台词，才有你所谓的精彩台词啊。我敢说，是因为我还有其他的演员，我们努力的把角色演活了，才能够从60分变成90分啊。1个星期就卖了100万。如果是我拍的话，分分钟已经过了300万了。哎，对了，我们公司最近不是在计划要拍第1部电影吗？你觉得我怎么样？你想当导演？我觉得我可以的。我在这个行业已经这么多年，我有经验，我有 vision， 我有 sense， 而且我在指导演员方面，我肯定会比其他的导演来得强。重点是，如果这部电影是我拍的，那观众就更加有期待。帮我争取好吗？那就这么说定了。哎，你去哪里？庆功宴还没结束啊！有你在就可以了。目标它就在前方。公司第一次投资拍摄电影，主要目的想把我们旗下艺人推广到国际舞台，受到瞩目。我们要好好利用这个机会，让国内外的观众更加认识我们的新秀。
这点我同意。但是目前少鹏、杨玉还有小敏都还在忙着拍摄电视剧，时间的部分需要协调一下。他们3位在电影里的角色应该不会太重，时间上不难安排。电影的导演，你心目中有没有人选？没有，有几位导演在洽谈当中。你有适合的人选想要推荐？随口问问。相信大家已经看过电影初稿，我们来谈谈角色分配。找我吃饭？没错，吃饭前想听听你的心里话。刚才开会的时候提到电影导演，你做了一个有话想说却不知道该不该说的表情。帮心推荐自己当这部电影的导演。他演戏演腻了，想转幕后。这2年他一直在中国拍戏，现在有点嚣张了。对本地制作诸多挑剔，我觉得现阶段他应该不想要接本地剧了。你觉得他有能力当导演吗？当男主角肯定没问题，可是当导演，我有保留。我倒觉得让他当导演是个不错的主意。你想想，志毅的第一部电影，让自家的艺人当导演，绝对是一个大卖点。可是我担心他的能力有限。万一拍出来的电影不理想，我们怎么打响公司的第一炮？他是明星导演，一般明星导演背后有很多高手在扶持，我们可以帮他找最好的执行导演，再找最好的摄影师帮他长镜，再帮他找最好的美术指导，画龙点睛，3管齐下，肯定万无一失。这样电影还算是他拍的吗？外界只会知道这是志毅的电影，也是沈邦兴的作品。你是老板，你决定。可以吃饭了吗？可以。不好意思，我突然间有重要的事情要处理，不能跟你一起吃午餐了。没问题。不如这样吧，我还有事情要跟你商量，今天晚上一起吃饭 ，OK？OK。我先出去了。嗯。看来我是买对了礼物。还是你最懂我的心意。电影什么时候开拍啊？暂定2个月后，日期还没定，现在还在修改剧本，月底就会出第3稿了。第2稿少了第1稿的惊喜，剧情虽然比较合理。但是过于老套，我把我的意见电邮给你，你有时间再看一下。知道了。男女主角都选定了吗？我们还在商量，过些日子我把演员表交给你，到时候就听听你的意见。资艺的艺人要全体参与，包括那几位新人。那是一定的。新人方面，我会安排他们客串演出，角色特别设计，让他们有亮点。尽量给小敏安排一个有发挥空间的角色。你一定觉得新人当中，我比较重视小敏。我跟他的父亲有很深的交情，他曾经帮过我很多。小敏加入资艺后，他托我好好照顾他的女儿，这一次算是顺水人情，让他开心一下。原来是这样。其实客观来说，小敏也是新人当中最有潜质的一个，所以不管是女3，甚至是女2。都不妨给他试一下。我知道怎么做了。谢谢。杨玉啊，我想谢谢你接我出院。哦，你就是想跟我说这些啊？还有一件事，我想跟你说。你说啊。你是不是想说你喜欢我，想当我的男朋友？你应该先问我想不想当你女朋友啊？
我警告你，不要以为当我男朋友是件容易的事。如果你敢做对不起我的事，我一定会杀了你。我发誓，我一定不会做出对不起你的事。我会好好对你的。Hello， 天爱姐，你什么时候来的？当你们的爱情来的时候，我就来了。对不起啊，天爱姐，我知道我们是不可以谈恋爱的，可是，总之这一切都是我主动的，你不要怪他。你干嘛那么紧张？其实我没权干涉你们的私生活，你们两个就好好在一起吧，不要欺负他。我没有。祝福你们。谢谢你，天爱姐。别高兴得太早。一般的情侣在一起叫谈恋爱，你们两个在一起叫地下情。为了你们的演艺事业，这是没办法的事。可以吃了。我花了2个小时细心烹调的，希望你会喜欢。哇，如此大费周章，这一餐我吃得很有压力。我看你最近工作压力很大，想帮你减轻压力，特别慰劳你的。你有话就说吧。我想跟你谈一谈少鹏的事。你是指少鹏过档的事？怡婷计划把少鹏打造成歌影视双栖艺人，他还找了音乐家李静帮他出一首单曲。所以我吃下这一餐，就是表示我同意少鹏转到他旗下。这是你的决定。这是你的决定。能让你亲自下厨来说服我，看来你很在乎他。少鹏是公司的未来之星，我当然是在乎他。我是指怡婷。好吃。你是说真的？你是老板，我尊重你的决定。谢谢你。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永远快乐。来，赶紧许个愿，然后吹蜡烛。许什么愿？许那么久啦？Happy birthday！ 谢谢。哎，为什么没有征求我的同意就亲我弟弟？哦 ，sorry， 因为他刚许愿的样子真的太深情、太帅了，我就忍不住。确实，我弟弟也真的是长得很帅、很好看。刚刚许什么愿啊？其实我每年都许一样的愿望，就是希望我们3个都可以一辈子开开心心、快快乐乐。还有，我希望我的姐姐可以早一点找到自己的幸福。哎，那我呢？我也希望可以快点找到我自己的幸福啊。你
当然一定可以啊！这么漂亮，人又这么好，一定一下就找到了。所以你的意思是我长得不漂亮，人又不好，所以才需要你帮我许愿，才能找到如意郎君吗？不是，你是最好的。我的意思是说，你是全世界对我最好的人，你永远是我最好的姐姐。那你就别那么急着要把我送走啊，让我多待在你身边不好吗？我最大的愿望就是希望看到你健健康康、快快乐乐，我就心满意足了。不用担心你姐的幸福，因为她的白马王子就在公司里。他又在胡说八道。且这个白马王子完全没有这回事，带走，到时候他就消没有，了，完全没有这回事。哇塞，你看你的脸怎么红成这样啊？我帮你擦一下。喂，你不要跑，你不要跑。好快啊，又1年了。我也过30了。女人30，到底还有没有价值啊？你懂不懂得知足啊？你现在过得快乐、充实、自由，外面多少女人向往你这种生活？但是我也很羡慕他们一回到家，就有一个可靠的肩膀可以依赖啊。慢慢找吧，你条件那么好，不是所有男人都配得起你的。我也只是在事业上有你这样的高手帮我，在感情上就没有那么幸运了。听起来有人是生活充实，但是内心空虚了。好吧，这次的工作结束之后，我允许你放个假，跳个海滩啊什么的都好，说不定会遇上一个6块腹肌小鲜肉艳遇。你才不需要什么艳遇，我只想要一个家，一个真心爱我的男人。女人条件好，一定会遇上对的人。早安，姐早。来吃早餐吧。郭淼嘞？一早就出去拍戏了。哦。来吃吧。嗯。姐。我想要继续念书，我想把律师的课程念完。你确定？嗯。好，我支持你。你要加油。知道。咖啡，谢谢天雅姐。怎样应付得来吗？又演戏，又谈恋爱，又要保持低调，知道就好。现在每天要好好计划时间，而且拍戏前一定要做足功课，这样才可以证明我们不会因为谈恋爱而忽略工作。越来越懂事了，真有点舍不得。舍不得？我知道怡婷找你谈过，要你转到她旗下。哦，这件事我还在考虑。我仔细想过了，不管是演戏还是唱歌，怡婷可以帮你有更好的发展。你支持我过去他那边？我做的每一个决定都是以你最大的利益为出发点。既然怡婷最有能力帮你，我支持你过去。你很有潜质，又够努力。就是少了一点企图心，有时候应该自私一点，碰到更好的机会，就应该尽力去争取，知道吗？我咖啡冷了，快喝吧。
少鹏，进来，坐。正好要找你。这个星期六3点钟我约了李静，但是他只有半个小时的时间，我们要好好想一想，这半个小时的时间我们可以做些什么。首先呢，依婷姐啊，你不要跟我说你这个星期六没空，他的时间很难敲的。谢谢你替我安排了这个机会。你不是一直都很想当歌手吗？我是很想，不过机会摆在你眼前，但是你却不想好好珍惜。依婷姐，谢谢你，一直以来都这么看得起我。不过我想留在天爱姐身边，谢谢你，我先出去了。少鹏，少鹏，找我有事？我要换经纪人。等下你说什么？我要天爱姐当我的经纪人，不管你答不答应，我都要过去。把你的墨镜摘下来再跟我说话。天爱姐有情有义，对待所有人都真心真意，不像你什么都讲钱，什么都讲利益。最重要的是，她把我当朋友看待，她比你更关心我。郑天爱到底给了你什么好处？她没有给我好处，我是心甘情愿想要过去的。如果你不答应，我就跟自己解约。解约？签了5年的约，你赔得起吗？那你就告我喽。不管怎样，我跟定天爱姐啦。怡婷，找我什么事？当过演员的就是不一样，脸不红气不喘。你干嘛？为什么要挖走我的艺人？我没有。你最强的就是以退为进，故意在我的艺人面前讨好他们，让他们觉得我是魔鬼，你是天使，然后他们就会顺理成章的对你投怀送抱。你说谁啊？我说的是杨玉。你知道少鹏要过来我这里，你为了报复我，所以就把杨玉挖走，然后再用更高明的手段把少鹏留在你身边，是不是？不是，我已经安排好了，少鹏会过去你那。你都已经赢了，为什么不干脆直接在我面前大大方方的炫耀你的胜利？为什么还要一直在这里假惺惺？你这样只会让我对你很反感。张怡婷，请你不要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。你信也好，不信也罢，总之我没有耍任何手段留住少鹏，更没有抢走你的杨玉。你这个人就是喜欢留不住你自己的艺人，你应该好好的反省，而不是还没查明真相就在这里乱骂人，这样只会让我对你很反感。为什么？因为你是第一个相信我的人。以前大家不看好我的时候，只有你没有放弃我。要不是你帮我争取第2次的试镜机会，我根本就当不了艺人。奶奶说的对，做人要饮水思源。如果有人给我好处，我就跟谁，那我不是很见利忘义吗？而且我觉得你是真的关心我，在乎我的前途。有你这样的经纪人，我已经很满足了。那你的音乐梦想呢？有你帮他实现喽。我还没说你呢。对不起，天爱姐，我知道这件事情应该先跟你商量的，可是我也知道你人这么好，一定会叫我留在怡婷姐的身边，所以我就先下手为强，冲进她的办公室，跟她1刀2断，然后我来收拾烂摊子，对吗？你跟怡婷说你要过来我这，她已经很生气了。如果我还允许你这么做，我就彻底的得罪她。你要我们2个变成仇人吗？你帮我吧，天爱姐。我真的很希望你能当我的经纪人，像照顾少鹏一样照顾我。求求你。是啊，天爱姐，你去帮帮他吧。我也觉得你比怡婷姐更适合当他的经纪人，因为你比较有耐心，不只是在事业上可以帮他，待人处事方面也可以指导他。我待人处事有问题吗？当然有啊。什么问题？天爱姐，你看，我没心情跟你们玩，这件事没你们想象中那么简单。别以为我不知道，你们2个想到我这，那你们谈恋爱就比较方便了，对不对？所以你答应当我的经纪人了？
进来。你找我？坐。是不是有人向你投诉我？你们一个是我的右手，一个是我的左手，我不希望你们之间有任何误会。那我是你的右手还是你的左手？左手。我和他刚刚吵了一架，相信以后很难再合作。其实我很好奇，如果你只能留下一只手，你会选择哪一只？我猜你会认为我会选右手。没错，我是用右手写字吃饭，但我是用左手打球拿东西。其实我天生是左撇子，我妈看不惯，硬逼我用右手写字吃饭。如果你要我选，我会选择留下左手。所以你相信我没有在他的背后搞小动作？他可能会误会你，但我绝对相信你不会做出这样的事。谢谢你。我的出发点很简单，就是要为少鹏争取最好的机会，帮公司打造下一代明日之星。可是他呢，为了报复我，就把我的洋芋给挖走。我每天在外面忙着为公司的艺人制造机会，他就忙着在公司里面玩政治游戏。在这样的环境工作，我觉得很没有意思。其实你有没有想过，少鹏他性格单纯，为人正直，他可能只是想要演好戏，没有想要尝试别的东西，所以他才选择留在天爱的身边。那至于杨玉呢，他可能心智不够成熟，根本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，所以才选择换经纪人。所以你相信天爱他没有在我背后耍任何手段来抢走我的艺人？我很了解他，他绝对不会做这种事。要是他真的想要跟你抢，他会明刀明枪跟你争，绝对不会在背后耍手段。是我多心了。我希望你跟天爱不要因为这件事情而有心结。听你这么说，我想我应该也真的是误会他了。你放心，这件事情我不会放在心上。我和天爱以后都还会是同事，不会让你难做。那太好了，来点餐吧。不好意思，我刚好约了厂商谈代言的事情，先走了。哎。像美丽无限的你，像个无法逾越的距离，开口不知从何说起，欲言又止你不在意，承诺变回遗憾，只留在原地凝望着你。渐行渐远，走散在人海